哇，大家看到这个路线没有？噩梦还没结束，小米速去 Ultra 手吐。我不是在赛道上吐，也不是在山路上，我是在停车场把自己绕吐了。可以了，开始带了。我看有点快，有点快，有点快。他开始，目前，我们现在来重庆的这个来福士来试一下小米这个 AVP 哈，先学习这个 AVP 的路径，一路下去是极窄、极多盘旋。我人肉先开下去学习路线，我来验证一下这套路的难度，待会再让机器来测，看看小米这套 AVP 连续下楼的能力怎么样，以及它有没有针对 Ultra 有一个特调，这个速度合不合理，会不会刮前唇。哇，所以我们斥巨资来做这个选题，大家记得关注，记得一键3连，给个投币啊、回血的基金啊。哇，这就搞定了，我1300多米，然后还可以继续学习驶出的路线。哇，大家看到这个路线没有？这么绕，哇，最终绕到这里，路线已经规划完成了哈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朝天门地铁站泊入泊出。所以挑战就在眼前，能不能成功呢？来个无奖竞猜先啊！重庆来福士连续下坡1000米，小米速去 Ultra 能不能挑战成功呢？马上出发。到达朝天门地铁站附近，目的地在您右侧。可以了，开始带客车了。哦，他已经接管了哈，他已经接管了。好，第一个拐弯。它有点偏右，是的，但是目前，我串词都没说完你退出，那我那么辛苦来一趟，你怎么能？大约需要7分钟。好，没得给我个了，那这趟不是白跑了？我这么辛苦记了个路线，哎，有个直道了，看能不能行哈。只剩 ACC， 只剩 ACC， 为什么？怎么會這樣？出發！前方左轉。佢依家嘅邏輯可能係以為你喺上面呢。那你剛剛讓我盤旋記那麼多條路幹什麼呢？前戲讓我做這麼足，一入正題你一下就不玩了啊？褲子都脫了衣，我看這個。我前戲你做這麼足，我。哎呀，被人不聽！哎呀，你看路線都還在的，沒問題的呀。就是我下坡下到一半，他自己突然退掉的話，我就得重新回到出生地，才能夠重新激活。試一下他全場景能不能自己把我開下去，對吧？在這裡就激活。是的。到達朝天門來福士，你看幾乎，哦呦，有點快呀！我的碳纖維的前唇，你看，即將拐第一個彎，你看這個盤旋，看到沒有？哇，接下來你的任務還要很重啊！加油加油加油，小米加油！他連電子手剎都刮上，連車門都解鎖了，讓我下車，這是為什麼？距離目標還有400米，激活不了路，激活不了路。我們下個 LCC 得唔得？LCC 殺落去，哇！好得人驚，我呢度開30。慢要，我拿 ACC 下這個坡。哇，好近啊，好近啊！換個邏輯讓他開，他連 ACC 都不肯開。哦，可以，他在觀察這個路。哎呀，還好後面沒車。哇，這麼大把方向，我會刮的。沒了，後面有人了，後面有人在頂着我。搞，大家給個1鍵3連投幣，要唔要請 Alex 做嘉賓？來了！朝天門，重慶來福士啊！你看它切換系統了，哎，這是無縫切換的模式。哇，我的碳纖維的前唇呢？
我有点压力啊，我有点压力啊。没事的。哎，你看他拐得多顺，你看这边还有360给你看。但是大家知道我要在这里拐多长时间吗？即将左拐，那个进度条都还没出来呢。进度条来了，看看，离入口400米，400米才到入口，只是过闸机而已。对，这有个进度条，我们走了25%了。加油！小米加油！这一段还好，但你知道后面会有一个挑战是什么吗？闸机不是，是这个拐的方向突然要变过来，这真的想不到的。拐，它目前还是进度可嘉哦，还行哦，是哦。你看这个模型是3D 的，我们一直在拐下去，拐下来。而且后方没车，没事，所以我们走我们的速度慢。我们现在速度是你看马上来了哈，你说那种变方向的，这个看这个能不能过了啊？它有点加速了，哇！不要那么快，不要那么快哦！左，我帮你看着你的青春啊！左蹭了不关我事啊！没事，蹭了找雷总啊！我坐直一点，我帮你试试看着这个唇。只要翻过来应该就没事了，反过来应该就没事了。哎，好了，有点快，他开始有信心了哦，他好像，这很奇怪，为什么他刚才逆时针是那么慢，现在顺时针突然就快了？视野开阔了是吗？他也像个司机一样，所以他的感知难道是不对称的吗？跟人一样嘛，人在左边开车，看右边视野是开阔一点的。是这样的吗？拟人啊，真的拟人哦，10几还有100米，还有100米，加油！革命，加油啊！就在眼前，加油啊！加油啊！那我刚才问了一个本地司机啊，他说他们下这条道啊，是可以用30杀进来的。30啊，30，本地人训练一下啊。刚刚是13、14。过闸机，不要压到这个时候过闸机，我来乘客跟你共驾，我赶紧上一下马不怕，他停下来等你。他识别出来了，你看这个杆的识别出来，老马成功，海港还有动画，走了，可以的。但是你别高兴得太早 ，Alex， 我记得是一个负3的车位，你拐了半天，你还在负1。看他能不能记住去富山的路了啊？应该是可以的哦。我今天绕了一天，在这里把它绕明白了。加油啊！现在就轮到他了，加油啊！苏西奥特右拐，可以哦。这种就没什么难度啦。但是他要在这边还要连续再下2层给大家看一下，因为全长是超过1公里。他这个不能缩小。在这边有进度给你看哦。但只是进度啊，我不知道它的路线对不对啊？没事的。P2的入口，走对了哦，走对了，下P2了。然后看他下这种坡，对向来车了，你还不过去？他是靠对向来车减了个速，如果没有的话，就我想看他会不会杀下来，然后那个蹭到那个前。所以你叫我来坐在驾驶位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吗？哎呀，做人不要活得太通透，傻人有傻福嘛，让你体验一下这个多好，是不是？我都没试过这个功能，阿卓都没试过。阿卓啊，不关我事的啊，我是被逼的，我是被骗上来的。你是乘客来的，我坐在这我没动的。你看，我现在提供的唯一的价值就是把我的手偶尔摸一下这个电容感应器，让它不要退出而已。拉，减速，减，20公里上去。哎呀，幸好我们是有幸好，对，幸好高度是有保障，幸好它这个底盘还不是太低。但你看，就有一个问题啊，它下坡没有这个减速的策略了。万一坡底是一个高耸的那种减速带，那就完了，那就咔一下。所以幸好这个停车场比较新修建，它的斜坡的坡度，对，干嘛那么快？而且刚刚我找那个车位，我是绕了点路的啊，所以它也完美复刻了我那个绕路的。那我在想，如果比如说你开着往后倒一把，它会不会也会把倒这个动作给记下来呢？那应该不会那么蠢吧？真的是绕的。我们其实刚才在右手边那里，不过绕也对，要根据地上的线来看。来了。其实如果不绕的话，在这边他剧透了这台车是保密协议，不能遮住。所以你看，
你给他绕了个什么地方？我们又回来了。没回来的。你看，我们是严格按照地下的这个指引线。其实理论上呢是这样可以绕过来的。如果他有实时的建模，知道这个地形的关系，他是知道可以这样。所以现在是一个很忠实的记忆关系。好，那好处就是你不用担心他找不到路啊。建模的话是容易他自己。这懒累啊，他自己有自己的理解。对，走着啊，我们就可能绕到停车场外面去了。定的是这个位置，但是现在被别人停了啊。好，到达那被占了之后算成功了。对，因为停到车位里面是没有难度了。好，但是我们车位被占，那我能不能选一个？直接退出了，你都不给我选一个。对啊，有的车是漫游或者是找别的，他直接退。但也算是挑战成功。对啊，我给他最后来一个，来这个车位吧。你看，我很喜欢小米这个的，就是我直接在这里，对，只要速度慢下来就可以选这个车位。来，开始泊入，开始泊车了就可以了。请注意周围环境。他又没有说要摁一个按钮，对这个界面啊，这个位我挑了一个有减速带的，故意减速带还好，就颗粒状啊，但是毕竟对它的扭矩输出有影响。看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轻轻松松。好，再往前倒一把，再往后，就进去了。我感觉 Ultra 好像就对距离的那个控制要比 Max 版本要保守一点，因为它的前后的一些包附件是挺贵。对，我怀疑是这个原因。但是刚刚它原地这么打方向，好，我很心疼这个性能胎。说反正不是我的，果然别人的车是最快的。其实还可以哦，挑战成功。大家觉得小米书交所这个记忆泊车怎么样？很好，但我想问个问题，为什么我上午复刻了3遍都失败，为什么你一来就成功了？人的问题嘛，果然是自驾仙人。那当然了，就是有加持的嘛。来，大家点个赞。不愧是老司机哈，对，怎么进入的姿势都找得这么准。对，一定要按照那个角度进入，才能够丝滑无痛的完成这个过程，否则的话呢，就会卡，就让你赶快出来了，对吧？所以老司机教大家，大家学一下啊，还是得自驾先人吧，是不是？还是得老司机会找角度啊，大家赶紧就一键3连支持一下啦。哎呀，看来自驾仙人出马也不是次次都灵啊，或者说我们真的是太会挑地方了，直接就测出了这个系统的能力上限。所以呢，不得不服啊，网红停车楼确实是有看点，但是也足够的刁难。那看在我们连人带车盘旋了半天的份上，给个一键3连支持一下吧。还有就是记得关注智能车研究所，因为之后呢，你们可以看到苏7 Ultra 挑战8D 城市的一镜到底自驾测试。那这一次我们还拉来了2位强劲的自驾选手，作为本次自驾纽北重庆番外篇的自驾对决，记得点关注，别错过了。